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每日财经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针对川普的狠招，中国的回应来了啊。中国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为川普是星期五做出的记者会，然后中间隔了一个周末星期一然后这个中国的回应就来了，回应是两个基本上第一个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做一个讲话，然后是香港中联办发言人再做一个讲话，然后人民日报出一篇评论员文章那么这是他们的回应基本上回应是这些我讲讲这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还是有点说头那么港澳办的发言人的文章题目是谎言和恫吓丝毫动摇不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和意志。然后这个中联办是坚决反对美方就香港事务无理干涉，有信心有能力实现香港新的发展，这是港澳办。然后这个人民日报就是依法惩治港独黑暴是民心所向。大概是你可以看港澳办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方向去谈那么中联办是从香港的角度去谈，然后人民日报是从这个惩治港独的角度去谈这明显这就是一盘棋这一盘棋，这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去讲互相配合内容大概有6个方面可以说一下第一个香港我就不分别讲是谁从哪来的，就从这几篇反正这几篇文章其实就是一篇文章拆出3份放到不同地方，大概是这样那么第一，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受基本法的保护和世界各国的承认和尊重。这个话其实有毛病为什么？其实还是要各国的承认嘛，如果不承认，那你不就不行了吗其实这个文章现在我发现这个现在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这些写作班子水平都不行，真的是不行。这还不如当年的梁校呢这个水平。这第一个。第二个，事实证明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正是美国这些外部势力现在把美国的名字点出来了这撕破脸了。原来一直是讲外国势力外国势力干涉香港事务都不讲名字的这次把美国的名字点出来了，点出为什么撕破脸了。第三，香港是国际性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其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是世界贸易组织确定的，不是个别国家单方给予的，更不会因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而动摇。这有个基本上的逻辑错误世界贸易组织是什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是独立关税区的组织，就是其实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是以独立关税区为单位的因为什么以独立关税区？因为独立关税区它就有贸易地位，你有一个贸易地位才有条件跟别人谈贸易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是个贸易规则的组织，讲贸易规则的，所以你首先要有一个贸易地位。贸易地位是什么决定的？独立关税区你是个独立所以台湾也可以，香港也可以这都是以独立关税区的身份加入到里面去的那就核心的问题是独立关税区是谁获得，怎么获得的你比如说我是个主权国家，我自己有自己的海关税政策，我当然
我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关税区，这没话讲啊。可是香港你不是个国家，对不对啊？那你怎么以独立关税区？那就得别人承认你。如果承认你，你才是独立。大家都不承认你是独立关税区，你怎么加入世贸？加入不了的。所以这就是把因和果倒过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是没有权利确认谁是独立关税区的，它是因为你是独立关税区，你才能加入它，它不能确立你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个逻辑上有问题啊。第四，发言人指出，美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有 8.5 万名美国公民在香港居住在香港，1300多家美国公司在香港经营，其中700多家是企业总部或者地区办事处。过去10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累计3000亿美元，美国方面单方面改变对港政策，对美国自身无益，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前面这部分是抄美国的啊，美国自己说的，他就把它抄下来。后面这部分呢，就是每年香港对美国都有3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贸易逆差怎么来的？当然是中国通过香港去购买美国的一些敏感技术和敏感产品，因为香港才有资格去买，中国大陆不行。为什么？敏感技术不出可以给中国，所以呢这一块呢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巨大利益，是中国的巨大利益，也不是香港的巨大利益。香港只是中间赚一道水饺脚水啊，应该叫赚一道手续费而已啊。主要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利益。香港如果没这个地位了，香港也买不了了。这300亿跟谁有关系？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系啊。那么对香港，这就是苦口婆心的跟美国说，你也有损失啊。这样，第5，国家始终是香港繁荣发展的坚强后盾，任何狂风骤雨都不能掀翻大海。啊，听见了没有？这是这个习近平的话啊，也阻挡不了香港继续融入国家，贡献国家，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大势。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讲了很多很经典的这些，这叫什么？很经典的就是陈述，一些陈述，比如说这个中国经济已经不是小池塘，已经是大海。暴风骤雨能掀翻小池塘，不能掀翻大海。我就不知道这个暴风骤雨能把小池塘掀翻，小池塘也掀不翻吧？你掀给我瞧瞧，小池塘就能掀翻了。所以这个，而且很多地方都，所以你通过这些表述，你可以知道，这些文章其实不是给大家看，给谁看的？给领导看，给大领导看，对吗？你说这讲不通嘛？小池塘你暴风骤雨你掀给我瞧瞧，怎么掀？小池塘就能掀翻吗？不 make sense， 对吧？第6，全国人大的决定以雷霆之势，这是人民日报的啊，这是表明为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正确贯彻实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一说根本就是假的了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中央依法采取有效打击和遏制港独，绝不会手软。大概的可以讲的，其他都是废话了。大概可以讲的大概就这6点啊。那我们评价一下。第1，从反应的方面来看呢，例行公事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都是表态式的一个东西，没有跟进的措施啊，这是第1个。第2个，反应的程度比较低，安排也比较低调，然后呢，动员的面也很小，基本上就是人民日报、
新华社，然后其他没有突出的安排，其他的该干嘛干嘛。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中国在调动所有的资源，媒体资源，关注美国的这个黑人被杀的这个案件啊，就调动基本上所有的媒体资源在做这件事情，就把就是注意力啊，把注意力安排到这里。中国没有注意力，注意力全都是中国安排的啊，就是全部放到这上面来。这再次证明美国自己不行啊，这个逻辑后面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啊。所以呢，就动员面就很小，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上，基本上只是人民日报跟新华社写了这2篇文章就算了。当然，美国方面也就是川普有个讲话啊，所以中国方面也是用就嘴巴对嘴巴了啊，就是口惠而实不至，没有实际的行动啊，做嘴巴工作了啊。当然还有一点，我认为是这样，虽然川普只是一个政策宣示，但是他是总统啊，他讲完话之后，后面会所有的他讲的话都会实现的啊，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说，川普的讲话有4个内容，不仅仅是香港问题啊，有留学生的问题，有这个中概股的问题，有香港问题，还有一个什么，反正就有4个问题，4拳全部打出去啊，打了4拳出去。中国方面的反应呢，基本上就是3篇稿子只选择了香港进行回应，其他问题一概不说啊。这是当然就集中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部分敌人啊。当然，香港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他集中回应香港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当然他没有实质性的回应，就是没有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啊。不过其实我们从川普讲完这个话之后，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没有反制措施，因为中国手上没有牌，根本没有牌。任何一个措施，你比如说留学生，美国说我要限制一部分留学生来美国读书啊，这一拳打出去吧。中国按道理，你要是真有牌，你说我也限制你的留学生来中国读书，没有意义。中国本来就是想让大家去，掏钱请大家去，免费请大家去，还要安排好食宿。你有什么政策？没有牌，这个问题上没有牌，或者你翻过来，我们不派留学生去中国了。你能吗？那不是正中川普的下怀吗？所以你可以看一项一项的这4项事情里面，中国其实是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反制措施的回应，没有。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没有。他有没有在其他领域进行回应呢？或者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事情来得罪我，好，我给你商品加关税，能不能这样呢？当然不能。为什么？中国就害怕川普把这个对抗的领域扩大的越大，它风险越大，对吗？就是说川普手上全是王炸，你手上没几个大牌，你还去打其他，本来打红桃，你现在打梅花，他本来是不想让他打梅花，你还去打梅花，那不作死吗？所以基本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方其实你可以看在中美之间这个对抗当中，我一直在讲4个字：实力悬殊，真的是实力悬殊。你就没有牌，你说这除了3篇文章，你还能做什么？做不了什么。这就是现在中方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我们上2个节目之前有个节目，上个节目在前个节目谈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当川普放弃中美贸易谈判的第1阶段协议的时候，中国就麻烦大了。麻烦大在哪里？中国就失去了唯一对川普有战略牵制力的力量。因为你看
川普在很多问题上，包括在香港问题上啊，很多问题上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打。为什么？他这边有个贸易协议在那里，他老惦记这个，不能够打，打了以后我这贸易协议就要不了了。实际上翻过来讲，中美贸易协议就是对川普进行的战略牵制，或者翻过来更广泛的讲，中美贸易协议就是对美国的一个战略牵制工具，或者再扩大一点的讲，中国市场，或者是其实这个是中国过去20年一直在用的工具，就是中国市场对西方国家产生的这种战略牵制。中国利用这个市场的需求变成一个战略工具，牵制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跟中国的交往过程当中，老是被这个东西，中国非常善于用这个工具来牵制西方国家。你要是不跟我好，我就不让你来买，不让你进入中国市场。你进入中国市场，你得跟我一起搞，跟我一起怎么干坏事才行。这就是中国川普放弃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放弃，就是不再受中国的这个战略牵制工具的影响了，他就失去了这个影响力。一失去这影响力，麻烦大了。为什么？你想一下，两个国家正在进行对抗啊，一个国家呢对另外国家比较依赖，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完全不依赖，跟你完蛋了吧？完全不依赖的那个国家呢，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地方对你进行攻击，因为他不依赖你，那他攻击你，你又比较依赖他，你说从资金、从技术、从教育、从各个领域你都依赖他。还有贸易啊，贸易最重要啊，贸易你还你东西还要出口给他，就是你还想挣他的，你又想挣他的钱，你又想要他的技术，你又想要他的这个资金，你又想要他的人才，你又想派人去他那里学东西，你还不能跟他切割，你得吸在他身上，你才能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否则你想不到。那你说说看，是一个这样的对抗的局面，如果你对他已经没有牵制力，你之前还有个中美贸易协议对他牵制，你别打我哈，打我你这个就没了，你这里也不能打我哈，你这打我的话你这个就没了，你什么都在用这个工具牵制他之后，他发现我不要这个东西了，我就啥都能打。这就是中国对外，我就说中国对外战略它的架构已经开始解体了，它就很危险了，它就处于一个被攻击的状态，因为你没东西攻击他，你打仗你打不赢他吧？这中美军打美军就甭想吧。那你还什么？他手上有台湾问题，有香港问题，有西藏问题，有新疆问题，这么多盘，有民族问题，有宗教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攻击你。现在实际上他都在攻击你，在各个领域在攻击你。这个态势就很麻烦了。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跟他对抗，把他惹翻了，那你还反击什么？没什么好反击的。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川普现在把习近平摁在地上，在那摩擦呢，摩擦，他只能在底下哼哼两句。你有本事再大一点力气，他大概是只能是这么说一两下啊。所以呢，另外一个从这几篇文章的表达来看哈，我看完这3篇文章，我有一个感觉什么呢？感觉这文章很敷衍，这一没有气势，而且没有讲出那种没有办法辩驳的道理来。这个稿子写的很敷衍啊，敷衍。你从最近一系列的事情来看哈，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出现了这种疲态，有一种疲态啊。
什么叫疲态？我举一个例子啊，李克强，李克强说这个中国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不超过1000块钱，这在记者会一讲，这个反响非常大。这个反响有2方面的反响。第一方面反响，你想想，中国这几年过去5、6年吧，中国天天吹牛，大国崛起啊，我们现在是大国了，我们是大海了，不是小池塘了，天天都在讲这些。结果李克强一口气爆出来，原来中国有一半的人口，将近一半嘛，14亿嘛，对吧？小一半的人口，一个月的收入都不到1000块钱，大什么国崛起啊？你在讲什么？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多少钱美金啊？100多块钱美金好吗？100、140，差不多吧？这是什么级别的收入啊？天天吹牛说我们现在 GDP 已经人均 GDP 有1万美金了，可是你收入才100多美金，什么情况？这是个重大的纰漏。就是从记者会的安排来看，这个李克强的这段表述，那肯定是重大纰漏。这个是个重大纰漏。你想一下，今年又是什么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年，然后是扶贫攻坚的收官年。你想，你有一半的人一月的收入只有1000块钱，你还扶什么贫啊？全得扶贫好吗？这都算贫困人口的啊，按照国际标准来看，那你这不拆自己台吗？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对着全世界一说完这个事，这小康社会不变成笑话了吗？这是算重大纰漏吗？你说李克强故意的吗？肯定不是嘛，他是总理啊，他政局常委啊，他怎么可能故意？他有人说啊，就李克强悄悄的拆这个习近平的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个纰漏。这个纰漏你可以看出来，你看各个阶层都出问题，就是这种级别纰漏。还有一个纰漏，你看我告诉你什么纰漏？栗战书的人大工作报告，台湾部分漏掉9·2共识。台湾工作你漏掉9·2共识，什么情况？什么问题？这你肯定这部分肯定要给国台办看嘛，对不对？你不国台办肯定得把关嘛。你这个部分怎么能把9·2共识漏掉？9·2共识漏掉，你意味着你知道这一漏掉在台湾会被什么样级别的解读吗？那是对台政策的重要的对台政策的宣示啊！你这一漏掉什么情况？它不仅漏掉9·2共识，还有漏掉一个什么呢？香港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就是关于这个国家国安法的这个，它也漏掉了。这个稿子写的多烂，你说说看。其实你从这2件事情，你可以看出什么呢？中国这个从上到下，这个心气儿没了，当然心气儿没了，你想地方政府、县政府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有什么心气儿？你说省政府、省长、书记天天焦头烂额找钱发工资，什么情况？怎么会有新气神？那各大部委也是焦头烂额，都在解决问题，一堆的问题，各个行业都是一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现在的情况，我上个节目我们讲啊，在讲到中国的这个对外战略这解体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认为现在中国的国运已经是一个强弩之末啊！前2年力度很大，噌就出去了，飞着没劲儿了，现在已经没劲儿，进入强弩之末。它必须进入全面收缩的这个状态，它已经没有力量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了。这讲到底就一个字，钱没了啊！大体上是这样啊，我这还有2个新闻也稍微的讲一下吧，
第一个新闻就是海南自贸区啊，海南自贸区我看都做得很大啊，做得很大，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做一个指示啊，要求海南这个敢把握方向，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啊，抓紧落实政策，以钉子精神夯实这个自由贸易港建设基础。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支持香港大胆改革创新，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这是习近平的一个指示啊，给他一个指示，要海南把自贸区搞好啊。海南自贸区呢，就是范围就是全岛，整个海南岛啊，它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港政策的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啊，这个调子很高啊。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港。我就讲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估计大家对这个也没有太关注到，但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啊。2点啊，关于海南建自由贸易港、自贸港，先讲自贸区这件事情。自贸区是谁推动的？是李克强推动的。李克强推动了很多类似的，比如说 P2P 啊，是李克强推动的；金融创新是李克强推动的，就会搞得一地的鸡毛啊。然后自贸区也是李克强推动的，也是一地鸡毛，也是一地鸡毛。为什么？因为自贸区这是个伪概念啊，伪概念。为什么？因为自贸区它不是一个政策，它需要从什么地方呢？从法律、从货币、从关税、从投资准入，当然还有你这个国家发展前景这几个角度进行制度的改变。它不是说我到这里啊，我想开放了，我就给你优惠政策。不是这个概念，说啊，我给你个优惠政策，你就变成个自贸区了，错啊，不可能的啊！你想一下，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全的、独立的、符合西方法律标准要求的这种法律框架、法律体系，已经发生的法律体系在里面，你能够吸引大量的外资跑到你这里来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就一直在讲，上海无法替代香港，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条件就是法律体系。中国连独立的司法系统都不存在，你怎么可能变成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挣钱这件事情，首先第一条就是安全，在所有的要素当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安全，你挣再多的钱你就没有了。安全是系数，如果安全是0，这个系数是0，你后面是10000都没有意义。安全最重要。法律体系保障的是什么？法律体系就是保障安全。我合法经营，你要是来搞我，我可以去告你，最后什么？保护我。法律是安全最重要的安全网，你这是不存在的。且不说我说其他的政治风险，就比如说共产党在搞这个共产主义，你这个东西要外资企业建党支部，你这一看这就是政治风险，这还用讲吗？这不用讲的啊。有些外企急眼了，那是另算啊。但是你正常的一个企业，它不会因为这个，肯定因为这个会不来的啊。这是第一个法律。第二个货币。什么叫货币？就是资金的流动，货币的可兑换，货币的进出自由，就是自由港。自贸区首先是个自由港，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啊！人民币自由兑换都实现不了，
何况你流动资金流动、自由流动，怎么可能？还有个关税，关税自贸区、自由贸易区，你关税怎么办？你要不要取消？如果取消关税，全中国都到处都在建自贸区，到处都取消关税的话，意味着什么？你得建国中之国吧，否则的话，中国不就没有关税了吗？那意味着什么？无数个国中之国，那国家统一怎么办？这脑子进水了。自贸区这个概念，我觉得你有点常识你就知道。还有投资准入，你自贸区你肯定要开放投资准入吧？你到处都开放投资准入，你怎么搞？所以我就说4条：法律、货币、关税、投资准入，就这4条。你说哪一个中国的自贸区合格的？没有合格的嘛？没有合格，你能有成效吗？不可能有成效的嘛，那就是一地鸡毛。那中国搞自贸区，我讲句脏话哈，就是扯淡，没概念，没概念啊，或者叫不 make sense。OK， 好，我们讲海南自贸区，再跟海南这个因素加在一起，海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海南从建省，然后到后来的炒房地产，到后来搞这个国际旅游港啊，没一样成的啊，没一样成。从它建省到现在，没搞成一样东西，只有一样东西搞得差不多，搞得比较像样的，就是旅游啊，旅游还是王岐山在那儿搞。王岐山在海南当省长的时候定下的省策，海南啥都别搞，就搞旅游就好了。本来踏踏实实的你去吃旅游饭不行，你还得宰客啊，还得使劲宰客。所以就海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干啥不成，虎头蛇尾啊，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干部太烂，没人愿意去海南，所以海南那边的干部水平太差，不是一般的差，是非常差。所以你看，经济不好的地方，首先是干部不行啊，干部太差，从上到下都不行啊。这是还有一个，海南要建自贸区啊，自贸区有个条件，非常重要的条件，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区都必须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得有实业，没有实业哪来的贸易？贸易是基于实业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深圳搞个自贸区，深圳有实业啊，深圳东莞有实业，广州搞个自贸区有实业啊，广州珠三角有实业，它有大量的实业，有实业才有贸易，没有实业哪来贸易？好，海南有实业吗？有几家实业？你说一下。你没有实业哪来的贸易？是自由贸易，你怎么自由贸易？贸易给本地才多少人？需求，内部需求有什么？所以海南没有实业，你就踏踏实实搞旅游就行了，但是又不甘心啊！一会儿开个赌场，一会儿想着开赌场，一会儿想着搞这个搞那个啊！所以海南自贸区这件事情，还是刚才讲的那句脏话，扯淡，纯扯淡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香港自从提出来以后，有一堆的人在问几个问题啊，问这个香港会不会采取外汇管制啊？这个联系汇率怎么样啊？我就念一下这个财政司陈茂波是梁振英的马仔啊，所以他在梁振英下台之前安排陈茂波去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做地产出身的，他其实跟财政是没太大的关系，但他跟梁振英混的，梁振英也是做地产出身的他是这么说，他说基本法表明，特区政府不会实行外汇管制啊，重申保障资金流动进出自由，强调
港元可以自由兑换，还会继续开放外币、黄金、期货、证券市场。然后呢，过去1周没有明显的资金外流，港汇仍然在强方区间。然后他继续说，推行连续汇率不需要得到美国的同意，最重要的是香港有足够的实力去实践承诺。目前本港外汇储备4400亿美元，反映银行体系稳健，有足够实力。同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20%，资产稳健。这是陈茂波针对这个市场现在各种质疑做的一个回应大体上是这样2点。第一点，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自由港也是一个金融中心，当然有2个前提，第一个港币自由兑换这第一个，第二个资金自由流动。如果它这2条都没有了，那就早就死球了那么还有一个，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续汇率是不需要美国批准的，它只要有足够的美元就够了。它哪天不高兴用美元或用欧元也行但是就没那么厉害。美元现在是唯一最强势的叫交易货币所以它理论上它应该是用美元的了所以基本上是这样。那么港元会不会有问题？连续会不会有问题？连续汇率会不会有问题？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东西上面，什么？信心如果香港人包括外资包括所有的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了信心，别说你4400亿外汇储备你就44000亿外汇储备都没用都会被大家抛弃的。现在香港美国取消香港这个独立关税区的待遇其实它只是单方面取消或者是取消这个香港政策法规定的对香港的特殊的待遇，等于什么呢？香港金融中心下面有若干个基石，它撤走了一个，这个基石这个金融中心就开始不稳当了不稳当。如果香港市民再把信心拿走，那我觉得这个金融中心就摇摇欲坠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我就大体上就把这个今天的主题就讲一下，总结一下。第一个，川普星期五宣布对中国的政策打出了4拳，中国回应3篇文章低调回应然后就不那么就低调回应吧，没有具体的反制措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海南自贸区海南自贸区这个不靠谱。还有就是香港的这个陈茂波司长、财政司司长，他们还有人拍到说财政司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眼泪都出来了，然后他又在推特上辩解说不是的，最近熬夜熬得多眼睛疲劳不是眼泛泪光大概就是这样有点好笑。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点赞很重要点赞是我们抵抗限流、抵抗五毛的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请大家点赞。第一，第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提一下就是请大家关注我的推特号跟脸书号我们有直播的，因为很多人收不到直播收不到直播呢，就去推特跟脸书上，我在直播开始前的10分钟左右都会把链接发上去的。如果关注了的话，就可以收到这个直播的通知，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直播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吧？那我们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请大家不要聊天，然后就是一个是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明谢一下，明谢一下。刘旭训，谢谢，感谢王 Sir， 美西辛苦了。我已经推广给周围朋友关注王 Sir 节目，为开启明智做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感谢你，谢谢啊。米卡卡，谢谢。李 Jenna，谢谢，一直受益于王 Sir 的节目，问好，感谢你。侠客靡靡之音，谢谢。请王老师喝杯英国红茶，好的。牛平，谢谢。朱麦，谢谢。贝拉瑞，谢谢。郭喷塞，谢谢。我土生土长，现在已经60多岁，真的对中共政权的无人性所为痛心疾首。是的啊，明白。阮光能，谢谢。The way to fly， 谢谢，请老师喝咖啡。不知道王老师能否评价9月份即将召开的 G7+4 会议？这个会议是第2次德黑兰会议嘛？你这历史学得很好嘛？这次会议已经推迟了，就是川普希望增加新的这个成员啊，这新的成员都是他的伙伴，所以他希望川普呢是想把这个 G7 峰会变成一个西方的一个阵营的一个伙伴阵营的一个峰会啊。就是你看川普要拉谁进来，澳洲、印度、俄罗斯，他拉俄罗斯进来，当然意图很明显，他要拉拢俄罗斯啊。这几个加4个进来，这4个还韩国啊，加韩国进来，这都是这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啊。他把这个老实讲呢。G7 峰会呢，有一点像美国和欧洲的一个对话平台啊，对话平台。那么，因为原来的发达国家就是欧美加上日本，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当然不能完全反映现在从目前来看，不能完全反映美国的利益。美国希望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一个战略联盟，那么 G7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对于现有的情况来说，当然美国可以另搞一个，但是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G7，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啊，这是不错。所以他呢，川普呢就说，第一，把时间往后推，因为你拉拢大家要做工作啊，做工作需要时间啊。你现在一开，大家不同意怎么办？所以他要做工作，然后呢，做什么工作？加4个盟友，把他的4个小兄弟加进去，然后变成一个像什么这样，这样子变成一个反华大合唱。川普的想法是一个这样的想法，有没有可能实现？是有可能实现啊，有可能实现。但是如果真的实现了，那就是你说的。这是可能是第2次德黑兰会议啊。小玉，谢谢。漫画拼图，谢谢。王 Sir 好，香港朋友好。有人在挑拨港台情感，别信，我们是繁体字朋友。台湾当8年前的总统也是香港人，好吧？他说的是马英九啊，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啊。港台情感，港台这次通过这一场反送中运动，加上这个蔡英文总统选举获胜啊，那么其实港台情感还是不错的啊。通过这场，这是战斗友谊，所以我觉得挑拨也没用啊，这是政治需要。香港人和台湾人走在一起来，我认为现在走在一起来。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大家共同的政治境遇和共同的对手。如果大家想明白这一点，香港人跟台湾人应该
不分彼此的合作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啊，唇亡齿寒，对不对？对吧？唇亡齿寒啊。姥姥王，谢谢啊。王先生说过，我在这里也再强调一下，川普提出对付中共的几大项，美国政府会更具体、更缜密的一一实现啊。我相信也是啊，我相信也是。马宁，谢谢，感谢王舍破除谎言，溯本清源。OK， 谢谢大家啊。情况：中国开始要求国企停止从美国进口粮食和肉类，中国停止执行买农产品的贸易协定了。贸易协定是不是正式撕毁了？是这样，川普上个星期五做一个5分钟的发言，在做这5分钟发言之前，川普就要决定去做一个决定，什么决定？中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还要不要啊？那么他决定我要出击，那这协定他就已经知道这已经没有了，这件事情已经 forget it 没有了。那么现在他已经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对中国打出4拳，中国还会买他的农产品吗？一定会停下来不买的啦。双方还是要谈再谈不谈呢？不好说，我估计美国方面会不谈美国方面会不谈。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第一阶段协议对美国来说这是个战略牵制。如果中方讲中国方面说，这个我们现在停下来，我们不买了，你看你这样对待我，我就不买了。但是我们再谈谈吧，还是买吧。如果美国方面说好啊，我们来谈谈吧，还是在牵制你。如果说美国方面说行，谈可以晚一点吧，我问老板，看看老板想不想谈，那就瞎了，大概就是这样观点：现在中国不买大豆和猪肉没事，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很低，不买农产品呢，也不会牵动美国政府，反过来会支持政府制裁中国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清楚一件事情是，现在美国的这些大豆和猪肉是不是没地儿卖？我觉得也不应该吧已经买了那么多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会有多大的牵制作用不好说我现在不确定观点：香港150年才建成这样，海南大概5年就变成香港了，他们是这样想，那就是想多了观点：海南的领导水平比3流城市都差，三亚市中心第1年搞种树，第2年补种，第3年全拔了搞地下商业街，这都是为了挣钱，都是为了挣钱。观点：去年去了趟海南，游客80%是国内的，其他15%是俄罗斯人，5%是韩国人。海南在硬件软件上完全不符合自贸区的条件，加上它处处都有不能对外开放的军事基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海南有很多军事基地，海南我印象就是三亚有一个潜艇基地吧，没有太多的军事基地。那军事基地是军队在那儿圈的地吧？那是军队在那儿圈的地盖的疗养院，应该是这个，不是海南有一个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就是它的潜艇基地在三亚，面对着南海，就是面对着南海的，那有个最重要的潜艇基地就在三亚，其他没有太重要的。南海舰队也不在海南，南海舰队在湛江所以基本上有多少军舰没有太多军，这都是军队在那儿圈的地然后挂上一个军事重地。中国的事儿没谱，这就国家治理的水平太差情况：国内的新闻已经彻底不能看了，我已经2次发现国内的报道内容纯属瞎编，完全没有正常新闻报道的要素，是这样。可以，我早就觉得
我早就认为中国完全不需要看中国的媒体的新闻。他现在以前还有一点谱，就是我说中国有份报纸，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份报纸，叫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最没有底线、最无耻的一份报纸，就是它上面大标题《纽约时报》说哒哒哒哒哒，《纽约时报》根本没说，但是有一条这个新闻，但《纽约时报》不是这么说的，他把《纽约时报》的说法翻过来，但是至少有这条新闻，这条新闻还在，有个黑人死了，这件新闻是在的，但是他拿着《纽约时报》的名字，拿着这件事情，然后他重新编了一遍。编，我讲的是编，是编故事的编，那跟《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完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是至少有一个黑人死了，这是真的。但现在不是，现在中国的所有的报道，它可以无中生有的一个故事在那儿，完全没有的故事，你现在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媒体上，官方媒体上都会看到这种新闻。所以你说还用看吗？不用看了，真的是。观点，川普就等着这个呢。本来中国不毁弃贸易协议的话，或许川普的商人性格会留点回旋空间。现在毁弃贸易协议就等于逼川普对中国全面开战，只有这样，川普才可能打赢选战。习近平真的是墨菲定律的代言人，每次都会选最坏的选项。同意，我同意。观点，美国有时候乱，但是这是避免不了的。美国的乱正是我自我修复机制，大陆不乱是强压着，什么时候火山爆发就直接完蛋。什么是大海，什么就是死海。反正我们被从小洗脑，洗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乱。乱呢，在中国呢是有丰富内涵的啊，丰富内涵的乱对应，在中国的语境，中共的洗脑语境之下啊，我讲清楚范围啊，在中国的语境之下，乱对应的是什么？乱对应的是治，不是不乱，是治理的治。这是从一个皇帝、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讲的。乱是什么？乱就是不被我控制，就叫乱；被我控制的就叫治，就是大乱到大治是这个概念啊。在我们从小成长的经历过程当中，我们脑子里被洗的其实是，当然没我讲的这么清晰哈。其实洗来洗去的概念就是一个这个概念，就是政府能控制就是治，政府控制不了就是乱。比如说市场乱了，什么叫市场乱了？就是政府想让它涨，它没涨。政府想让这里面只有3个市场主体或3家公司，结果进来了30家公司，这不就是很乱吗？为什么？30家公司我怎么管？我得管住他们。管什么叫管住？管住就得听我的，我想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叫管住。所以呢，对于政府来说，对于中共来说，他不希望市场上主体太多，市场主体越多他就管不住。因为市场主体你来300家公司，在做一个市场里面有300家公司，我就一个个抓他们去谈话，谈半天啊，那不行。那我搞个市场准入啊，市场准入，你300家公司滚蛋，我只能3家进，3家进多好办，2家国企，1家私企，私企是我小姨子开的私企，2家国企往中间一坐，明天涨价就定了，这就好管，这就叫治，这就是中共所谓的治，就是不乱。为什么？就3家好管。你这330家公司，300家公司在里头，随行就市，需求大了涨价，需求小了跌价，这我管不了，没办法管，这就是乱。所以你记住，在中国乱的概念，并不是很多人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是的。乱的概念就是不听我的就叫乱，听我的就叫治，我控制得了的就叫治。
治乱治乱，中共一直在用这个来洗大家的脑子。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叫暴乱？暴乱就是完全不受控了，反抗了，那就是暴乱了。就是我让你把房子拆了，你不肯拆，不仅不肯拆，我派人去拆房子，你还把我的人给打了，那就叫暴乱了。记住，这就叫暴乱。所以我在推特上说，这次出现的情况是什么？这次出现有个黑人，被警察抓了，然后他在警察的手里呢死了。警察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他在你手里死了，怎么能没责任？所以很多黑人抗议，很多白人也加入了黑人抗议的行列。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在抗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打砸抢的事件。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件这样的事情，打砸抢事件趁乱闹事，这不是太正常了？群众运动都会这样的，任何一场群众运动都是不受控制的。你叫群众运动怎么受控制？又不是有人组织的啊，对吧？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中国媒体把它形容成什么？暴乱啊，这就是一个暴乱。暴乱把中国的语境挪到了美国啊，挪到美国，然后中国人一听暴乱这两句，那不得了，暴乱这一想就想起64啊，一想起很多啊，这就是中共洗脑，它是有延展性的啊，洗脑是有延展性的，而且它洗脑是有长久的效果，一按下去，那里有反应，一下那边有反应，这就洗脑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是不会去评价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因为两点。第一点，这个黑人到底怎么死的，现在不知道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他身体里面有毒品啊，有人说他喝多了，有人说他反抗了等等，总之各种说法，我不知道，我看不明白，我不能确定哪个版本是真的，还是得法庭定。但是有两个基本事实是真的，第一个，这个警察把这个黑人抓了，这是个基本事实。第二个，这个黑人在这警察手里死了，这个是基本事实。我们只要看到这个基本事实就行了，好吧？我们只认事实，其他的猜测没有证据的东西都不作数啊。至于说这场抗议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失控的部分，很正常，所有的群众运动都会失控，因为它不是组织的啊。如果它是有组织，比如说一个工会组织一场游行示威，我保证它不会有这种事情。为什么？它有组织嘛，它承担这个组织的责任的。但是如果它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抗议，就是大家自发起来抗议，一定会失控的，因为一定会有人中间砸个玻璃啊，这个烧个轮胎啊，这很正常。这个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问题，这是全人类都会这么干啊。观点，个人认为，香港和美国的街头运动本质不同在于，香港的问题是政府对于公民权利的系统剥夺，而美国的问题则是个案。美国的问题也有很多问题，美国也不是个案。美国的这次街头抗议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群体情绪，它反映了一个社会情绪啊，什么社会情绪？社会不满的情绪啊，就是你要知道，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啊抗议啊，那么这个黑人之死就变成了其中一个由头，那么各种不满的势力啊，不满的因素都会加入到这里面来啊，那么它就可能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我们叫涟漪效应啊，就涟漪效应就是你扔个死子进去之后呢，这个你就看见很多涟漪，这个波纹出去了，这个波纹出去了什么？波纹出去之后就跟这死子没关系了，理解吗？就是当你发生了一起社会运动的时候，发生一起社会运动，你要知道
发生这起社会运动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社会运动本身。比如说这场抗议啊，抗议，这个黑人之死导致了一场社会运动，抗议政府啊。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件事情，这黑人之死其实到社会运动起来之后，已经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了，他就开始反映这种社会不满情绪。怎么会社会不满呢？一定会社会不满了。你想一下，疫情这么严重，对吗？死这么多人，生意不好，倒闭，然后大家在家里不能出去，不能吃饭，不能出去玩，谁不高兴？没人高兴，一定要发泄一下。跟这个有关系吗？一定有关系。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也有。多吗？挺多的。美国社会有没有问题？美国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是全人类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太复杂了，所以它是各种社会问题很多，非常多。你想一下，美国社会这种族群的这种，美国大概聚集了最多的人类的各种族群分裂啊，它的社会族群分裂非常严重。这个印度人跟中国人不对付，中国人跟黑人不对付，黑人跟那个白人不对付，白人跟所有人不对付，他很多社会问题。你有个机会发泄一下，很正常，很正常。这个国家是不是足够强大，取决于什么？大家我的谬论啊，我的谬论，这个国家是不是足够强大，取决于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是不是足够多。只有足够多的问题的，只有足够多社会问题的国家才足够强大。为什么？你想一下，这帮人都不是省油的人，他们在一起干一件事情，他得多厉害？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美国社会问题非常严重，非常多，不容易搞。越是这样，越反映什么？越反映美国强大。为什么？说明他们共同的理念足够强。当他形成一个共识，他要一同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真厉害，那力量是非常大的啊。谬论，这是谬论，没有严格的论证过啊。观点，前些时候中国4个儿童在工地被埋，采访的记者被村委会工作人员殴打。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事要是发生在美国会咋样？那村委会的人会被人打死的。情况百度热搜都好几天第1名了，当疫情死那么多人，没有让他们悲情1周。美国这事让他们高兴1个月，我只能说大陆不管多惨都不值得同情。我同意你说的观点。美国建国几百年来从来没有禁止别的国家去美国留学研究，这次对中国真的第一次。那些说措施力度真的可以闭嘴了。是的。提问：美国这次大游行风波中有中共幕后推动的关系吗？白宫外的暴徒出现用标准北京腔指挥暴徒的华人可能是中共的人吗？老实讲呢，这些抗议的人中有华人呢，我倒不意外啊，因为有这么多人抗议啊。但是中共有没有介入到这件事情呢？我不相信。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是被抓到了，这不仅仅是外交风波啊，你想想，这得多严重后果啊！而且多难控制啊！你跑到街头上去，你要安排人，不能干10个8个吧？10个8个你就组织那么大一场运动，我不相信这么牛逼。那如果你真的组织一帮子人去，哪有不漏风的墙？万一出个什么纰漏，给现场摁住，这是外交风波吗？这绝对不是外交风波，这绝对是政治风波。那美国现在到处找中国茬呢，准备给中国打仗呢。
你还给他递刀子，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傻吧。所以我是不大相信里面中共参与这个事情。中共参与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不是一般的弱智，那是相当弱智，弱智到了极点。你要知道美国的这种抗议情绪发泄的差不多也就撤了啊，没什么，又不会抓，又不会怎么着的。所以你跟中国真发生这样的抗议，可能中共就倒台了，美国又不会，是不是？所以美国又不会说我得非得把人全抓起来，这不可能的事情，好吧？哎呦，我们这个又超时了，我看一下读完吗？我看是读不完了，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个节目吧，晚上继续来吧，好不好？啊，继续鸣谢一下郭明，谢谢 GT， 谢谢王老师辛苦，少做节目，多休息，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谢谢你的关心啊。红胖，谢谢 Heartland， 谢谢王先生提问。我姐夫快60了，德国留学生，现在智能卡公司做 COO。昨天在电话里他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傻的人，特朗普是个大骗子，可美国人还喜欢他。我看美国是要亡国了，听得我目瞪口呆。现在这是现在中国中坚力量的声音吗？是的，中坚力量的声音就是这样，他们真是这么认为的啊！别叫醒他们。刘 Joy， 谢谢张在卫，谢谢马金，谢谢王先生，今天的领带依旧帅气，非常感谢你在会员专区梦想的力量的视频，努力奋斗实现梦想，崇拜马斯克，加油！好的 Sandy Man， 谢谢 AC 谢谢姥姥王，谢谢王先生对于社会问题的讲解太精彩了，我们在线17000人，来自五湖四海，太难得了，都是有识之士，庆贺。是的，我们今天有17000人在线，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啊，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我们也希望能够做更专业、更有力量的节目啊，贡献给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最后再谢一下玉萍，谢谢 Costa Coffee， 谢谢，好吗？谢谢，再见。